现在我是来到了山西运城了。那今天我的目的地呢是永济市的蒲津渡遗址，去看看1300多年前唐朝的超级大工程黄河大铁牛。这也许是我们中国唯一的一件可以让你用手去触摸到的顶级文物了。离开了陕西潼关之后啊，我就直接来到了山西运城市了。我是先到了永济市的市区，在那里过了一晚。从我驻车的顺地森林公园停车场那里到蒲津渡的话呢，是有15公里，开车需要24分钟。蒲津渡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自古以来啊，就是陕西和山西的交通要冲。历史上啊，有很多朝代都在这里啊修造过浮桥。露天摆放的唐代大铁牛，竟然啊没有怎么生锈啊。这4尊大铁牛啊，都是以前黄河上拉铁索桥的地锚，也就是桥两边的墩子。他们这一拉就是将近600年的时间。从今天算起啊，他们的牛龄呢也有1300多岁了，但是他们看起来啊依然是显得体格健壮，气度非凡，身体上的线条呢也是栩栩如生，充满了力量感。这每一尊铁牛的下方啊，除了有一个厚实的底座以外呢，还有6根铁毛柱啊，是呈现35度到45度的倾斜角啊，插入地下。我们来看一下这大铁牛的形态啊，它4只腿呢是往后顶，像不像是拔河比赛呢？这4尊铁牛的旁边呢，都是站着一位铁人。有人认为啊，这4个铁人呢是分别代表了不同的4个民族。比方说这尊铁人啊，他是在东北角，代表着蒙古人；而这尊呢是在西北角，代表的是维吾尔族人。这尊铁人呢是在西南角，代表着西藏人。这一尊是在东南角，代表汉人。那些人呢，竟然可以通过这些铁人身上的服饰啊，来去区分他们的民族。反正我是看不出来啊，除非有唐朝那个时候的史料记载，否则的话，我觉得很难让人信服啊。这里4座大铁牛啊，它的体型呢，看起来啊，要比真的牛要大很多。经过测算呢，它的长度呢为3米，高度1.5米，宽度至少80厘米。它的重量啊，最小的大约45吨，最重的呢有75吨。在大铁牛的旁边呢，还看到一个铁器，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山字？这个呢就是叫做铁山，这里啊就是用来架设那个铁索的。这里还有一个铁器，你看这里横着一个洞，竖着一个洞。那这个呢也是用来穿铁索的，就是用来扭松紧的。在铁牛的后面呢，还有呈北斗7星形状摆列的7根铁柱。据统计，当时铸造这些铁构件用铁量呢是达到了800多吨，相当于当时唐朝年产铁量的80%了。巨大的铁牛成本说明这当时肯定是一项国家性的工程。没错，这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下诏铸造的。看一下牛屁股的这个地方，是横着一根铁柱。这个位置呢，就是用来绑铁索的了。
走着走着就来到黄河岸边了，但其实离黄河啊还是有点远，起码呢都有2公里。但这边呢已经没有路了，下面呢都是农田。这里有一块大石头，大河永济。自古以来，这座普津渡啊都是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在唐朝开元年间呢，由于这个地方离长安很近嘛，加上运城那边呢还有一个巨大的盐池，所以这里啊很快呢就成为了全国6大城市之一，地位堪比今天的北上广深。而且它2次还成为了中都，东都洛阳，西都长安。中都就是蒲州，也就是这里。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渡口用的还是竹索连舟的浮桥。于是，在公元724年啊，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下诏，任命3渡为相的河东名士张悦作为总工，让他来建造新桥，把竹索换成了铁索。在黄河两岸啊，分别设置了4头铁牛，来拉住这座大桥的2端。所以说，对岸啊也有4头大铁牛，只是还没有把它们给捞起来而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唐朝那个盛世年代啊，黄河两岸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他们先用黄蜡做成牛的模型，然后再用泥涂抹在蜡模的表面，在牛的底部啊钻几个小洞，用火去烤。等到这个黄蜡全部融化了之后呢，就留下了一个空心的泥饭了。工匠们呢，再把烧得滚烫的铁水啊浇注进去。等到铁水完全凝固了之后呢，再把泥饭给打掉，这样一尊大铁牛啊就铸成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牛是有镇水的内涵。他们自从被打碎泥饭的那一刻开始啊，就被寄托了守护黄河、护佑百姓的美好愿景。就这样，从唐朝到金末啊，黄河两岸的这8尊铁牛就牢牢地守护着这座蒲津铁索桥将近500年的时间了，直到他们毁于金元的战火。这中间呢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啊，这4头铁牛曾经掉进了黄河。有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僧人怀秉和尚，他利用浮力把它们给捞了起来。这个故事啊还入选了小学课本，就叫捞铁牛。到了明朝的时候啊，皇帝又重新修起了这座桥，所以铁牛使用的时间呢前后啊是将近600年。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随着黄河的不断改道啊，这个蒲津渡呢也就随着荒废了。这8尊铁牛啊也就掉进了黄河，成为了一个古老的传说。直到1988年啊，这4头铁牛和4个铁人才在考古人员的不断寻找下重见天日。但是发现容易，保护难啊。直到今天啊，铁质文物的保护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保护好了就是故事，保护不好就成了事故了。最后，考古专家们在经过紧急协商之后，认为最好的保护，那就是不做多余的保护，而是将这些铁牛原地抬升12米高，露天展示，可以让大家随手去触摸。因为人的手上会分泌出一些油脂，对铁牛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我们俗称的包浆。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山西运城来亲手盘一盘这些1300多年前的唐朝大铁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那一位负责人在做出这一个决定的时候呢，一定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的。但是历史证明，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从89年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这4头铁牛身上几乎看不到新的锈迹。所以说，黄河大铁牛也就成为了全国为数不多的可以让大家随手触摸到的顶级文物了。